美国媒体披露，俄罗斯寻求军用原驱舰国产化失败，与中国真的没法比。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付天少。在俄乌冲突爆发后，俄罗斯面对西方的武器禁运，正在给其军工生产带来严重后果。普京在之前的动员会上要求无条件地推动武器装备零部件的国产化，但是从俄军发射的导弹数量和命中精度来看，使用本地制造的零部件来取代外国部件的进展明显不够。据彭博社报道，在西方制裁并切断了俄罗斯使用西方零部件之前，俄罗斯政府内部的一项审查发现，多年来减少对进口依赖的尝试已经失败了。俄罗斯曾在2019年开始实施一项特定计划，旨在到2025年的时候削减俄罗斯武器对西方零部件的依赖。熟悉审计报告的人在与欧洲官员对话时表示，在更严厉的制裁情况下，俄罗斯国防采购计划可能会失败。当下，有关俄罗斯采用西方武器零部件的信息已在一些西方政府之间共享，这意味着俄军工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供应链困难。俄乌战场上现在大量出现了60年前的武器，充分证明俄罗斯的军工企业已经无法继续生产过去依赖西方零部件的先进武器。俄罗斯军工的进口替代计划是在2014年克里米亚并入俄罗斯之后建立的，而且呢，在2019年还设定了一个详细的计划，以加速目标的推进。但是，俄罗斯总检察长办公室在2021年4月进行了一次严格的审计，涵盖了278种军事装备中使用的177058个零组件，并且发现了这其中存在着广泛的缺陷。知情人士说，仅在2020年，俄罗斯就希望进行18047次的进口替换，这其中呢涵盖了43种类型的设备，而实际情况是只进行了或者是完成了3000多次的替换。普京在2019年时就表示，进口替代工作的规划和组织方面犯了明显的错误。其中一份文件显示，2019年至2025年的该项计划旨在建立新的供应链，并建设关键零部件的战略库存。这其中甚至还有要替换来自乌克兰的将近640个部件。俄罗斯在针对供应链变革的484个项目中，只有5个项目取得了进展。更可怕的是，有些武器装备在电子元件的国产化努力方面，甚至都没有开始。比如在2020年计划开发的4148种不同类型的电子元器件的计划中，俄罗斯最终没有完成一项。该国一些更先进的武器系统普遍依赖于外国的零部件，比如巡航导弹、图22战略轰炸机、核潜艇和常规动力潜艇、防空系统和防空雷达。俄罗斯所声称的最先进的电子弹干扰系统，其中至少有111个组件来自于欧盟和北约国家，这些组件必须要进行更换，而国内可替代的零部件的开发尚未开始。理论上讲，俄罗斯虽然可以通过使用中国的民用零件来替代西方的配件，但是这又会对武器装备的质量或者设计带来挑战。这反过来又将极大的限制俄罗斯大规模的军工生产能力。从苏57隐身战斗机到 T14第4代坦克，外界很难理解俄罗斯的先进武器装备研发出来以后为什么不大量装备。其实最根本的原因就是过去对西方国家在零配件上的依赖非常严重。中国的歼20隐身战斗机的研发进度
与苏57差不多，甚至呢首飞时间比苏57还晚1年。现在中国空军已经开始大批量装备歼20这款隐身战机了，而已知大小类似的苏57，每年只能生产1、2架。外媒推测说，歼20的装备数量现在已经超过了150架，而苏57呢，仅仅量产了4架。尽管外媒的推测数据不一定准确，但是这也从另外一个侧面证明俄罗斯的军工产业与中国的真实差距。俄罗斯军工部门面临的最大难题是缺少先进的关键领域的供应链，特别是雷达、电子工业领域，而这样的差距直接影响到武器装备的信息化水平，这也是俄军目前在乌克兰作战面临困境的深层次原因。相比较而言，中国目前是全球工业门类最齐全的国家，而在军工产业链方面也从来不依赖西方国家，这些都大大的提升了中国武器装备的研发成功率，也明显的改善了我军大规模列装先进武器的局面。这恐怕是俄罗斯目前学不了的。俄罗斯军工的现状再次证明，如果一个国家没有强大的工业体系，就不可能建立起强大的军工体系。从某种角度讲，俄罗斯军工未来可能只有依赖中国的供应链才是其出路。好，今天评述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